诗会进行到此，已是过半。叶向松提议道：“既然大家兴致正浓，不如谈谈圣贤书籍，共同探讨一番。”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讨论得热火朝天。县都柳元修亦不禁感慨道：“今日诗会，诸位才子齐聚一堂，共话圣贤之术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文人学士共同探讨学问，为我们齐国的文学传承贡献一份力量。”县令大人笑道：“刘大人所言甚是，多亏叶公子举办这诗会，让我们也见一见这阳县的文学之气。”这时，一身穿绿衣的男子从人群中站起，朗声道：“各位雅士，今日我有一事欲接，乃关系到本县官场之风气。”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，众人纷纷侧目。叶向松眉头微皱，问道：“这位兄台不知有何高见？”绿衣男子拱手道：“各位，在下有一事不得不说，望请诸位明鉴。”说罢，他取出一封信件，高举过头：“此信乃证县令大人有违法行为，望请县都大人主持公道。”此言一出，众人皆惊，纷纷注目。柳元修面色不动，微微皱眉，冷冷道：“李书生，此话当真？县令大人一向清廉，岂会有此事？莫非妄言诬陷？”李书生递上书信，道：“县都大人，请看。”县都接过书信，展开细看，眉头越皱越紧。信上说，县令大人与赌场有私下往来，发现赌场后，非但没有查封，反而要求赌场若给予30%利润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允许其继续经营。看完信后，县都看向李书生，斥责道：“这位公子，未经核实，便如此指控县令，是否过于轻率？”李书生正色道：“县都大人，小生只是秉持正义，才在此陈述，望县都大人明鉴。”范泽仁接过书信，细看之下，笔迹的确十分相似。他深知此事非同小可，便问李书生道：“李兄，敢问你是何时何地捡到此信，又是如何得知此信内容？”李书生答道：“今日卯时，小生在街市与一人相撞，那人慌忙离去，书信便掉在地上。我捡起玉环，却见信封上无署名，遂打开一看，里面详述县令大人违法行为。小生不敢怠慢，欲交于府衙，然又恐官官相护，故选择在此诗会上说出，借县都大人之威，还望明察。”县令大人冷哼一声，气愤地说：“空口无凭，区区一封信便欲无我清白，未免太过儿戏。”县都道：“李书生，若此事属实，自当查明；但若是诬陷，可知罪名不小。”李书生面色不改，道：“县都大人，小生认为，治理县城讲求的是百姓安定，如若连县令都贪污腐败，其他的官员便会有样学样，那阳城的未来便没有光明。冒着受罚的风险，我也得说出这不公不义之事。”范泽仁沉声问道：“敢问李兄，可知那人长相？”李书生点头道：“那人身形高大，面貌平凡，注意灰布长衫，目光有些闪烁，似乎心中有鬼。”范泽仁转向柳元修说：“县都大人，还请明察此事。县令大人为官一向清廉正直，绝不可能做出此等事，这其中定是有所误会。但这位书生如此仗义直言，倒也不像刻意诬陷，或许是被有心人利用了，才误会了县令大人。”柳元修微微颔首：“责人说的在理，可这信件字迹确实和县令大人有几分相似，这难道笔迹也会骗人？”县令大人面色阴沉，冷冷道：“这信件不知从何而来，且不说来路不明，上面所说之事更是荒谬之极。”柳元修沉声道：“县令大人还请稍安勿躁，此事确需查证，本都自会调查清楚，还你清白。”县令大人拱手作揖：“县都大人所言甚是，那我就静候县都大人消息了。”诗会气氛一时紧张起来，众人纷纷低语，议论纷纷。此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一队衙役走近，为首的是县城捕头。他拱手道：“县令大人，县都大人，听闻此处有些纷争，特来探查。”县都大人点头道：“你来的正好，将此信带回衙门，仔细查证，务必查出真相，找出信中赌场何在，仔细搜证，切莫冤枉了县令大人。”捕头接过信函，应声道：“遵命。”诗会至此，被这一番变故搅乱，众人心情各异。范泽仁心中沉思，暗道：此事背后必有阴谋，须得小心查探。席间，叶向松略带歉意地对众人道：“今日之事，
实在抱歉，未能让大家尽兴。众人纷纷点头，随后各自告辞。范泽人临走前对叶向松道：“叶兄，今日之事恐怕不简单，我会多加留意，可惜了你的诗会了。”叶向松点头道：“没事，查明真相要紧。泽人，你一向聪明睿智，此时你定能查个水落石出。”范泽人拱手道：“自当如此，告辞，改日再聚。”范泽人不出松风阁，心中暗忖：县令与县都素来不和，今日之事或许是县都在背后操纵，意图陷害县令。此事异常古怪，需小心行事，解开这层层迷雾，必须查明真相，还县令大人一个清白。夜色如墨，月华如水，悠悠洒落在柳家的庭院之中，花影婆娑，四下寂静。刘景望缓步走入府中，眉宇间掩不住一丝愠色，心中却如潮涌般无法平静。他行至正厅，见父亲柳元修端坐在烛光下，手捧一卷古书，神情自若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握。刘景望踱步至父亲面前，拱手后开口：“父亲，孩儿有事相询。”柳元修抬眼瞧了瞧儿子，淡淡道：“有何事如此急切，竟使得你如此激动？”刘景望压下心中怒火，直言道：“今日在诗会上听闻县令遭人诬陷，此事是否出自父亲之手？”柳元修闻言，神色未变，只是轻轻放下手中书卷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还不算太笨，正是为父所为。”景望闻言，心中怒火更甚，却仍强忍住，道：“父亲，县令清廉刚正，爱民如子，为何要如此对他？这等手段是否有失公道？”柳元修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景望，你尚年轻，不知世事之艰险，为父所作所为，皆为柳家计。那县令虽清廉，但其与我柳家素来不和。况且如今范泽人投靠于他，日后柳家必定处处受到牵制，此乃未雨绸缪之策，岂是你这等毛头小子所能明白的？”景望紧握双拳，愤然道：“父亲，即使泽人投靠县令，也不代表柳家定会受到牵制。柳家家大业大，又有皇恩眷顾，何必出此下策？且父亲如此行事，不顾道义，将来若被揭发，柳家颜面何存？”柳元修神色一冷，道：“道义？你竟敢在为父面前谈道义？为父一生所谋，皆为柳家之兴旺。你若真有此心，何不努力向上，为柳家争光？倒在这里与为父争执。自从你遇到那个范泽人，你哪次赢过他？我苦心栽培你多年，你竟输给一个乡下来的小子，这也就罢了，竟让他投靠县令而非我们柳家。你若有他一半能耐，为父何须如此煞费苦心？”景望闻言，心中悲愤交加，忍不住道：“父亲，孩儿自知才疏学浅，但孩儿心中所求不过是公道正义。柳家之名声，非依靠阴谋诡计可得，而在于清誉与正气。父亲，求您收手，不要再做这等事。”柳元修叹息一声，语气缓和些许，道：“景望，为父知你心地纯良，但这世道并非你所想般简单。若不先下手为强，便会被人所害。你要明白，柳家之重，往后就会落在你的肩上。为父今日所为，皆在为保全柳家，亦是为你铺路。”景望心中一痛，泪水在眼中打转，他垂下头，声音低沉：“父亲，孩儿敬您，但这等手段，孩儿无法苟同。若真有一天柳家因这等事而蒙羞，孩儿宁愿离开柳家，不愿见此污浊。”柳元修神色微变，沉声道：“景望，你若敢离开柳家，便是不孝。为父一生心血全在你的身上，你若执意如此，便枉为柳家子孙。好了，此事莫要再提。你只要知道我不会害你，下去吧。”景望闻言，心中悲愤难抑，但也只能恭敬地退下。究竟自己多年读的圣贤书有何作用？难道未来自己也会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吗？为了家族不择手段的人，为了铲除敌人无所不用其极，不惜栽赃陷害，毁人清誉。或许还有更多事是他不知道的，他想挣扎反抗却无能为力，因为自己终究是柳家的一份子，而自己的父亲选择走上这条路，自己还能选择另外一条吗？刘景望看向远方，对住空气喃喃自语：“如果是你，你会如何抉择？如果我是你，该有多好？”没有人能回答他，也没有人听见。家族是这一辈子都压在他身上的重担，哪怕一刻也好。他多希望他不是身在柳家，只是个平凡的少年，或许他会活得快乐些吧。
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